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理查老师，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，跟我一起学习中文。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，今天是星期四。好，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。好，来听老师的直播课，记得帮我点赞支持理查老师。也可以加入老师的会员，可以得到老师自己写的原创小说，也可以得到新 HSK 的文本哦。好，欢迎林子培、静爱云、佩霞、秀秀、乔马。乔马说这节课很难，真的吗？好，等一下你们看看会不会很难哦。还有 Alexander， 还有 Sumali， 欢迎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汇是 Ola，OK，Ola， Alexander Ola。好，规划，规划，轨，轨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在规划这个词哦，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谈论，我们继续讨论轨这个词汇哦。好，重点是规划。好，那么有同学会问老师说，老师，规划跟计划有什么不一样哦？基本上，规划是计划一个更长远的事情，或者更详细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规划比计划更详细，而且更长远。那计划可能只是计划短时间的事情，或者没有那么详细的事情。这两个词其实是同义词，但是规划会用在更具体、更长远的计划中。下个月是鬼月。Hello， 秀珍、尼克的头发 Charles， 还有慧君、春娇，欢迎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规划可以当作名词跟动词，它的意思是系统的计划。所以当我们看到规划这个字，它一定是更有系统、更长远、更具体的感觉。所以通常会用在比较正式的地方上面。好，系统的计划，设计未来的发展，更具体、更长远，然后是更详细的一种计划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例句，他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得很好。所以各位同学，当我们看到规划这个词的时候，这个人一定把时间规划得很详细、很具体、很仔细。所以这个字会给我们这个感觉，具体、长远、仔细、详细。好，他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得很好。各位同学，你们有没有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得很好呢？还是你每天都在混日子，每天都在浑水摸鱼？好，时间很珍贵，对不对？时间一旦走了，就不会再回来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时间，每天都要善用时间，把时间规划好。所以你们有没有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好呢？还是整天醉生梦死？你们知道醉生梦死吗？每天都不晓得自己在干嘛，每天都在做白日梦，每天都在享受一些其实可以不需要享受的事情。所以有的人每天混日子，混吃等死，醉生梦死，游手好闲，想得美。好，所以各位同学，我们一定要把时间规划好，不要浪费时间。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哦。好 ，Mandarin 说，老师你刚刚说了什么？好多成语，醉生梦死，游手好闲，还有呢，混吃等死。好 ，OK， 我们规划，我觉得是 plan in a detailed way, plan the future, plan in a more concrete way. OK， 对，其实规划就是计划的意思。不过我觉得规划会让我觉得更详细、更具体、更长远，更长远。好的，我们往下看。
好，我们要学习一些规划常常会用的词组，它会怎么搭配使用啊？好，我们第一个规划人生，老师可不可以说计划人生？当然也可以，不过规划人生听起来感觉是规划的更详细一点啊。好，规划人生，规划未来，感觉你会把未来规划的很具体、很详细啊。好，再来，我们有很多计划是可以提前规划的。好，就是提早，提前就是提早，早一点的意思，早一点规划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提前规划，比如说你要跟你的女朋友结婚了，那么你可以提前规划你们的婚礼，你会把你的婚礼规划得很详尽，规划得很仔细、很具体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如果你是计划你的婚礼，感觉还没有把日期定出来。如果你是规划你的婚礼，地点、日期，你要邀请谁，你都规划好了。如果你是计划你的婚礼，感觉好像一切都还没有底定，一切都还没有底定的感觉哦。好 ，OK， 再来，我们可以规划路线。比如说你要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，你可能要规划一下路线，你才不会迷路，你才能够容易的找到你要去的地方，或者你要去旅行，你也可以提前规划路线，这样你会比较容易知道你要去哪里旅游，你要去哪些名胜古迹参观哦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再念一遍：规划人生，规划未来，提前规划，规划路线。好，出发前先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好，这里有一个更好的可以学习的词组，叫做节省时间 ，save your time。中文会说节省时间，哇，好棒的一个词啊，很棒的一个词。好，节省时间，记起来啊，节省时间 ，save time，save time。对，我觉得规划的话会让人听起来你是很慎重的、很认真的感觉啊。答对了，出发前先规划路线，规划行程，很好。Benny 说规划行程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啊。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出发前先提前规划路线，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。节省时间 ，save time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题。我们应该趁年轻时好好怎么样？我们应该趁年轻时好好，不要等到像理查老师这么老了才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没有把握人生呢？我怎么没有善用时间呢？我真后悔。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好好的善用时间，到了理查老师这个年纪，你会后悔莫及哦，你会后悔莫及哦。所以你们还年轻，一定要善用时间，珍惜时间，好好的。对，答对了，规划人生，你也可以说规划未来，都可以。你可以说我们应该趁年轻时好好规划人生，我们应该趁年轻时好好规划未来，这样你老的时候才不会后悔莫及。什么叫后悔莫及？就是你非常非常后悔，但是来不及了。你很后悔 regret， 但是也来不及了，时间已经过了，不会再回头了。好，那么各位同学，这里有一个很棒的字哦，叫趁。趁的意思，我觉得比较像英文的 take advantage of， 或者是 make use of 的感觉哦。这里翻译成 while， 当然意思差不多，但是这里的趁，我觉得比较像是 make use of， 或者是 take advantage of 的感觉哦。趁热吃，对，它还热的时候赶快吃，趁年轻，趁你们
利用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啊，赶快做，趁热打铁很好，趁热打铁啊。好，趁这个字很好，你们可以自己再去研究一下怎么去用它。我觉得这个字很重要哦，在这个中文里面是很常用的哦。趁不是珍惜的意思，不是，趁是利用的意思，利用的意思啊，利用 take advantage of，make use of 啊，不是珍惜哦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，退休生活需要什么？比如存钱和培养兴趣。好，退休，各位同学，在台湾退休的年龄是65岁，在你们国家也是吗？退休就是你不需要再工作了，你工作的年资已经到了，所以你不用再工作了。一般来讲是65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退休了。退休之后，你就可以安排自己的生活，所以退休生活，趁我们有理查老师好好学习，对，不然理查老师哪一天走了，你们就没有老师教你们了哦。好，比如这个词汇一定要记起来，就是例如的意思啊。比如就是例如 ，for example。好，比如好我们之前学过另外一个词汇叫譬如，也可以比较正式一点。譬如比较正式一点。好，谁帮我打一下？比如、例如、譬如。好，当然你还可以用像，可以 such as 像，譬如、比如、像、例如，这些都像英文的 for example 或 such as 的意思啊。好，存钱，把钱存起来，可以存在银行里，可以存在家里哦。和培养兴趣，好，我觉得退休了一定要培养兴趣，培养爱好，不然的话，你的退休生活会非常无聊，你会没有目标，生活没有目的的感觉哦。对，积蓄当然也要有积蓄哦。好，答对了，退休生活需要提前规划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就应该规划你的退休生活，还没有退休的时候就应该规划你的退休生活。好，比如你可以规划怎么存钱，规划怎么存钱，规划你的兴趣，你想要培养怎么样的兴趣？比如说你想学小提琴，你想学钢琴，你想学篮球，你想学阅读，阅读不用学了啊，培养这个兴趣可以啊，培养阅读的兴趣等等啊。好，这个每个人都应该去思考一下啊。可以，乔马说，比方说也可以啊，比方说也可以，也是 for example 的意思哦。比方说，对，因为退休的时候需要用到很多钱，所以你在退休之前就应该要提早规划，你们还年轻哦，我觉得50岁开始就应该规划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。50岁开始就应该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。我退休的时候钱够不够？我退休的时候如果很无聊，我是不是有一些兴趣爱好呢？如果没有，我是不是50岁的时候开始找我的兴趣爱好？我喜欢音乐，我喜欢书法，我喜欢运动。思考一下，50岁的时候可以提前规划哦。每天做家务啊，退休的时候每天做家务。秀珍说退休后会觉得很无聊，我觉得也不一定啊。如果你是一个懂得规划生活的人，那么可能你就不会无聊。开学之前 Mandarin 要提前规划学校生活啊，学校的生活。田娟说如果还没有退休就去世了怎么办？还没有退休就死了，我觉得先不用想这个事情，因为
我们应该要思考一下，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先做好规划哦。那死的时候可能就是意外了，对不对？或生病了哦，那这个也没有办法，这个是突发状况哦。我们如果现在健康的时候就想我退休前就死了怎么办？那这个叫杞人忧天，想太多了啊、哦！杞人忧天，谁帮我打一下？杞人忧天就可能有一点想太多了哦。好 ，OK， 好的，那么我们再来往下看哦。好，广告时间，请帮老师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Hello，月莹，好久不见了。每个月请老师喝咖啡，对，杞人忧天哦。我们一生有 full-time job， 毕生的志业是不是？哦 ，superannuation。碍于你的英文实在太难了，我看不太懂，可不可以翻译成中文？对，杞人忧天。对啊，月英好久不见了哦。好，请老师喝咖啡，成为我的会员哦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往下看，鬼。好，你们怕鬼吗？鬼是 ghost 啊，ghost 走遍天下。你要Richard， 你要环岛旅游，哎，不是，你要环球旅行，对不对？环游全世界了哈，应该叫环游全世界啊。Richard 想要环游全世界，走遍天下。好，人死后的灵魂叫做鬼。好 ，OK， 你怕鬼吗？我不晓得我怕不怕，因为我还没有遇过鬼啊、我不晓得我怕不怕哦。好，我们看例句，不怕鬼，只怕没有钱，有道理，有道理哦。好，他怕鬼，晚上不敢一个人睡。好，你怕鬼吗？哦，怕鬼的人啊，可能都不敢一个人睡觉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他怕鬼，晚上不敢一个人睡。月莹怕鬼，老师相信有鬼吗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有鬼哦，除非我真的遇到鬼，我就会相信了。不过我现在还没有遇过鬼哦。好 ，OK， 我们一个人就是 alone 乔马说蛮可怕的乔马你怕鬼？Richard 说我怕穷鬼，大家都怕变成穷鬼，怕变得太穷了哦。哑铃说：“我不晓得鬼存不存在，所以我不怕鬼。”好 ，Tree， 不会念你的名字。我不怕鬼，因为我就是鬼。你是穷鬼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鬼，我们是穷鬼，太穷了，穷成鬼了啊、好 ，OK， 我们往下看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学一个成语就好了。下一次我们再来仔细的教“鬼”这个词汇。今天我们先学习这个成语，叫“鬼鬼祟祟”。鬼鬼祟祟就是偷偷摸摸的。好，谁帮我打一下？偷偷摸摸的。一般来讲，如果你做鬼鬼祟祟的事情，鬼鬼祟祟的做事，一般你不想让别人发现。你不想让别人发现，所以你会鬼鬼祟祟的，偷偷摸摸的，偷偷摸摸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例句，小偷趁。好，今天我就是特别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字哦，趁 ，take advantage of。小偷趁主人不在，进入 enter 里鬼鬼祟祟。屋子，好，那小偷为什么要鬼鬼祟祟的？因为他想要偷东西，对不对？小偷想要到屋子里面去偷东西，这个就是会鬼鬼祟祟的，偷偷摸摸的。好，小偷趁主人不在，鬼鬼祟祟进入屋子里，答对了。好，你可以加个的，没有问题啊。可以说鬼鬼祟祟的啊，可以加个的哦。鬼鬼祟祟的或鬼鬼祟祟就可以了啊。鬼鬼祟祟的进入屋子里，小偷趁主人不在，
鬼鬼祟祟的进入屋子里。悄悄啊，我觉得鬼鬼祟祟或者偷偷摸摸的一定是做坏事，做不好的事情。悄悄不一定是做坏事，我觉得悄悄可能是你不想吵醒某一个人，所以你会悄悄的但是鬼鬼祟祟或偷偷摸摸一定是一个负面的副词，一定是个负面的，一定是要做坏事情。所以各位同学，跟悄悄的还是不一样，悄悄的是个中性的词汇，中性的词汇。好，鬼鬼祟祟和偷偷摸摸一定是做不好的事情，它是一个负面的词汇。悄悄的不是，悄悄的不是。好，比如说你悄悄的进入房间，可能你不想吵醒你的老婆，你不想吵醒你的女朋友，她可能正在睡觉，你不能鬼鬼祟祟嘛，因为你没有做坏事，你只是不想吵醒他们你就可以说悄悄的，他悄悄打开门，因为他不想吵醒他的女朋友那如果你说你鬼鬼祟祟的，你可能要做坏事情好，听得懂吗？好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 HSK 课程。那么我们下礼拜见。喜欢老师的课，记得帮我点赞，多多的留言鼓励老师，说老师我好爱你哦，我好爱理查老师哦，我爱你的课，我爱你的人，什么东西？好，艾云说，我老公鬼鬼祟祟的进屋子里，因为他在外面喝醉了。很好，做坏事情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这个下礼拜见喽，拜拜。